我叫雲嬌，16年前穿進了一款叫深宮的單機遊戲，太穿的是我自己捏的角色，國子監主簿之女雲嬌。當初為了省錢，我連648都沒捨得充，硬是靠耐心刷出了平民頂配數值，體質800，氣質500，心計100，這逆天數值是用琴棋書畫一竅不通換來的。但我沒想到選秀走個過場，太后居然看中了我，封為雲答應，擇日入宮。入宮前夜，娘親拉着我的手，眼淚汪汪。嬌嬌，進宮後行事要謹慎，說話再三斟酌，開宮沒有回頭箭。我乖巧點頭，心裡想的是開宮沒有回頭箭，但在我這兒可以有，因為就在當晚，我激活了回檔能力，3個存檔位，隨意讀檔，龍潭虎穴也能闖一闖。入宮當天，我存了第2個檔，第1個檔是昨夜伏在娘親膝上時存的。萬一在後宮受委屈了，還能回去撒個嬌，治癒一番。儲秀宮裡住着8個秀女，2人一間，教習嬤嬤讓我們抽籤分房，其他人惴惴不安。我反手存了個檔，抽籤好啊，這不就是刷開局嗎？抽到朝北的屋子，室友是張常在，他說不想跟我一間屋，我說我也是。然後回檔，抽到屋子朝向好，但有没位回檔，抽到屋子朝向好，室友也和氣，但離宮房太近，回檔抽了6次，終於刷出各方面都滿意的屋子。安置好後，去清心堂學規矩，葉嬤嬤教布菜，說了一遍15種忌諱，然後讓我們實踐。張常在突然說，雲答應如此沉着，想必極有把握，不如他先來吧。我瞅他一眼，我倒是不介意先来，就想知道姐姐是想把常在位分也一并礼让给我吗？他漲紅了臉，葉嬤嬤點了我的名，雲小主先來吧。我接過筷子，布菜用的筷子比尋常的重，對嬌氣的閨閣女子來說已是考驗。我10次裡只有3次能成功，而我只需要刷出那3次。在眾人的注視下，我鎮定自若地夾飛了一顆蛋，在蛋落地之前，我果斷回檔，蛋回到筷子上。這一次，我穩穩將它夾到碟中。完成一切後，我笑吟吟放下筷子。葉嬤嬤吃驚，竟挑不出毛病。張常在輪到他時，筷子都拿不穩，把豆腐夾得稀碎，受到了懲戒。葉嬤嬤告訴我們，這懲戒只是讓你們長長記性，真正的懲戒比這嚴重10倍甚至100倍。用膳時，何嘗再湊過來？托雲答應的福，你做的那麼好，還提點了我們，人真是極好的。雲答應怎麼沒告訴我？你是緊隨其後的第2個，他要如何告知你？張常在拉下臉，我看他就是誠心針對我。我托着腮，沒來得及說話，有啥好生氣的？實在不爽，我就衝上去酷給對方2拳，再回檔恢復心平氣和。太初2年6月13日，我後來才知道，那天皇上被困在了這一天第12次。聽說那個工作狂皇上看着被批閱完的奏折變回原狀，心態終於崩了。他讓銀鹿傳淑妃，淑妃款款而來，溫柔給他垂肩，用過膳。淑妃去沐浴更衣，他纖白的手替他解下龍袍，下一秒龍袍歸位。皇上不信邪，幾分鐘後龍袍重解，謝褲剛退下一點，又回到原位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龍脈熄火了，生理上1秒倒退，心理上被狠狠憋到，反復打火熄火，實在傷引擎。皇上，淑妃忐忑，罷了，朕今晚沒心情。你回去吧。淑妃一臉如遭雷擊。皇上躺下後，做好淑妃被送回來的心理準備。然而時間正常流動了，他終於不得不接受現實。老天爺好像不想他翻牌子。7天後，後宮情報特工何常在跟我說，壞了，淑妃這回是真惹惱了皇上。皇上已經7天沒踏足後宮了。我大驚，看來皇上是真不行了。半個月後，淑妃身邊的大宮女來儲秀宮，請季貴人明日到延禧宮做客。眾人暗中憤憤。第2日，季貴人卻沒去成，她身上出了紅疹。季貴人崩潰大哭。我對鬱金香過敏，儲秀宮又沒種鬱金香，必然是有人害我。葉嬤嬤請來上宮局的檢點證，一查，在季貴人的被褥上找到花粉痕跡，而她的宮女聲稱我是第1個去拿被褥的。張常在淚光盈盈，他妒恨季貴人，故意使壞。我說，有沒有一種可能，是因為我沒帶丫鬟進宮？張常在一愣，人和人的悲歡並不相通。接着，在我屋子底下翻出一個沒記錄的洋釉瓷瓶，我說，這不是我的。檢點正目光如炬，物證在你房間搜出，雲答應，可還有什麼話說？事已至此，我果斷回檔到3天前獨檔成功。我起身去拿了自己的被褥，然後徑直走向季貴人的屋子。我是雲答應，進來吧。季貴人的聲音漫不經心。我進去後，季貴人給了個下馬威。季姐姐是有些恩寵在身，卻不是誰都能見到皇上的。我說，皇上那不重要。季貴人微詫，重要的是，我拿被褥的時候聞了聞你的被子。季貴人雙頰绯紅，你聞我的被子作甚？我嗅覺比一般人靈敏，被子上有很濃的鬱金香味，如果是剛洗好晾乾的，不該有此花香，我的被褥上就沒有。季貴人面色陰鬱下來，鬱金香沒有香味，你是如何聞出很濃的香味？你不信，
等會兒去被褥上打個滾。季貴人定了定神，我会去驗證，但這事你別張揚。他以為我是來投靠示好的，我上身輕前，拇指和食指輕輕摩擦。季姐姐也不想对鬱金香花粉過敏这事兒被傳出去吧？你勒索我银子，勒索多難聽啊！只是我有病，會忍不住一邊走路一邊說夢話。季姐姐要是能打發點錢，我去抓藥，我就不犯病了。你要抓什麼藥？我叫青梅去給你抓。好說，50兩銀子熬1個時辰。季貴人冷着聲線，把那個小箱子拿出來，不必拿大的。給了我50兩，我空着手去，滿載而歸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在床底下發現那個楊又瓷瓶，又敲響了季貴人的門，這回也是帶着50兩走的。季貴人有防備，只手腕起了紅點，為影響傅淑妃之約，回來就將辛答應逮了出來。原來入宮前，辛答應就和季貴人有舊怨，這次動了歪心思。辛答應被驅逐出宮，好消息，我剩下的半個月將獨享豪華單間待遇。數日之後，後宮怨聲載道，太后看不過眼，決定突擊考核儲秀宮的秀女。而我這邊7日前的一個夜晚，聽說皇上隨意挑了江嬪的牌子，梳洗打扮過的江嬪被抬進未央宮，朝她拋媚眼。1秒後，江嬪再次路過，拋媚眼成2。皇上面無表情的駐足，看江嬪經過了7次，在第7次經過後，迎路低頭進來。皇上，江嬪娘娘正在榻上等待，把江嬪送回去。云露，不是，皇上你耍人玩呢。江嬪好應付，太后那邊卻得討說法了。皇上裝作沒事發生，私底下做了很多實驗。他下令提前處斬1名死囚，接着故意翻淑妃的牌，這次沒有回溯，沒關係，死囚多得很。第二次翻江嬪的牌，回溯了2次，在前一次回溯之前，頭身分離的死囚，在第二次回溯後活蹦亂跳，景象完好無缺，倒轉乾坤，起死回生。如果能將這份力量據為己有，可惜想象很豐滿，現實很骨感。回溯規律沒研究出來，他快繃不住了。由於皇上不去後宮，還時常把妃嬪召去右原樣抬回去。太后板着臉請他過去，他費盡唇舌，眼看太后眉目舒展開來，一眨眼，他又回到了長樂宮正殿前。太后瓮聲瓮氣，哀家還以為皇上連長樂宮都不願意來了。同一時間，我正歡天喜地啃着南瓜酥，何嘗在拖着下巴。明天就要考核了，你真一點不擔憂？儲秀宮我搭着就挺好，宮殿一個蘿蔔一個坑，你分得晚就會被分得遠遠的。而且葉嬤嬤說了，筆試成績好的娘娘在分宮事上會優待。一言驚醒小鹹魚，為了能晚點起，鹹魚也要支棱起來。考核之期轉眼將至，這一日是皇帝安排給自己的練武日，拉弓100次，總算告一段落。就在這時，皇帝渾身一輕，武師去而復返，恭敬下跪。皇帝最討厭的拉弓，白練了。2個時辰後，再次時光倒流，皇帝龍袖下的手都在顫抖。老天爺到底想我怎麼樣？好，總算把題目都背下來了。我信心十足地開始了第3次筆試考核。我不知道的是，在皇宮的另一端，有人比我更熟悉這種無限循環的滋味，而我們很快就會相遇。筆試結束，秀女們面色都不好看。皇后出的題目太刁鑽，3大朝賀的禮儀、祭祀的忌諱、宴席的固定菜式，全是葉嬤嬤隨口提過。我們以為絕不會考的細枝末節，張常在氣惱。葉嬤嬤笑眯眯的，這不成心刁難人。葉嬤嬤笑眯眯的，小主此言差矣，萬一奴才疏忽，主子心裡沒譜，豈不逾越為制？考卷很快送到建章宮，和考卷一起送到的還有淑妃的孝敬，一隻成色極好的紅寶石步搖。皇后瞥了一眼，淑妃向本宮低頭是難得的事兒，就成全她吧。她翻閱起卷子，答得一塌糊塗的，她反而露了笑臉。等下把卷子送去未央宮，讓皇上過目。聽說當今聖上最討厭蠢人，正好讓他看看按家世相貌選進來的這般笨瓜。翻到最後一份，皇後面上的笑容凝固了。這份卷子答得不錯，一題錯漏也沒有。字跡娟秀而不羸弱，落筆堅定，胸有成竹。皇後沉吟片刻，云答應，便賜居咸福宮吧。未央宮裡，皇上拿出了科舉殿選的精神翻閱考卷，看完那心情就跟看導師看畢業論文似的，厭蠢症犯了。除了季貴人答的還算妥當，其他都寫的什麼東西，在儲秀宮學了1個月就學成這樣。他的眉頭居然皺起，直至看到我的答卷後才舒展開來。也就這雲氏算腦子好使的。翌日分完公事，我去咸福宮向麗嬪請安，他盯了一會兒我的臉，待我蹲的腿都麻了，才讓我退下。內務府派來2個宮女讓我賜名，我是起名廢啊，以前玩深宮時都給宮女改成狗腿子1號和狗腿子2號。看見正殿宮女捧着茶葉罐子經過，我靈機一動，以後我手底下的宮女就以茶葉為名，你們自己挑一個喜歡的吧。2人分別選了雪芽和貢梅，我鬆了口氣，得虧他們懂茶，不然我只能起紅茶、綠茶、普洱和烏龍了。畢竟應該沒人想把自己改名叫芋泥波波奶茶，全糖加奶蓋。翌日請安，我起得特別早，到正殿候着，等麗嬪起來。這就是新來的雲答應嗎？孫常在瞥我一眼，起得真早。我屈膝行禮，他嗯了一聲，咕噥道：
要不是你，我還能得個座兒，喝熱茶。麗嬪有心立規矩，讓兩人在走廊站着等。冷風吹得臉刺痛，好一會兒盛裝打扮的麗嬪才款款步出，未顯身姿婀娜。她沒要宮女扶着，腰肢裊裊，然後就被門檻絆了一下，踉蹌摔倒。娘娘，宮女趕忙將她扶起來。麗嬪咬着後槽牙起身，看見我以手掩面，你為何擋着臉？回娘娘的話，我在儲秀宮受過專業訓練，一般不會笑的。這回是真沒忍住，對不住了，娘娘。趕在麗嬪大怒之前，我一秒回蕩，長吁一口氣，耳畔是雪牙的叮囑。麗嬪對相貌好的年輕妃嬪會格外嚴厲，小主等會兒哪怕委屈了，也得忍忍。我深以為然的點點頭，再次去正殿等候。再次見到她婀娜多姿的摔倒，這回我趕上了。麗嬪驚呼，我比在場所有人反應更快，先一步扶住了她。驚魂未定的麗嬪倚着我，纖纖玉手按着心口。這回她看向我的目光比之前溫和多了。等下，你手上怎麼光禿禿的？秋露，去拿只玉镯子來。宮女飛快捧來一只素玉镯，麗嬪將它戴在我手上。謝麗嬪娘娘賞賜。全程孫常在沒能插進去一句話，他簡直不敢相信。抵達建章宮時，我又存了個檔，這回是多慮了。我這個小答應根本排不進正殿，只能在門外候着當擺設，乾站半個時辰。平安散會，回到賢福宮後，我往榻上一躺，兩個宮女很乖覺的上來揉肩捶腿，安逸舒坦。聽說季貴人被傳去侍寢，又再次被送回延禧宮後，我更堅定了在後宮當小透明的想法。反正我今天只刷了3次，就刷出了清燉肥鴨呢，美滋滋。而這時候，身在未央宮的皇上正在一張名單上將季貴人的名字劃去，這一個也不行。未央宮內，皇上周身的氣壓低得能滴出水來。時光回溯的條件到底是什麼？不搞明白這一點，要朕如何安睡？他狹長的鳳眸下附着淡淡烏青，須臾，他起身出去走走。皇宮12個時辰都有人值班，他從小在後宮橫行，不覺陰森。走着走着，豆大雨珠細細密密地落下，他思忖片刻，走向最近的賢福宮，參見皇上。職業宮女遠遠看見他，趕忙行禮。他嗯了聲，往裡走。驚喜過度的宮女問了一句讓他後悔半個月的話：皇上是來看麗嬪娘娘的嗎？宮女一問，他才想起來賢福宮不僅有麗嬪，還有孫常在和。雲氏住在哪兒？他還記得我的筆試答卷拿了滿分。回皇上的話，雲答應住在西側房裡。話音剛落，他便徑直往西廂房走去。我一臉懵逼，還沒做好打 BOSS 的準備 ，BOSS 就來找我了。雪牙和顧梅四手齊上，忙得十指冒煙，才將我打扮一番。小主，快去吧。手裡被塞了一把油紙傘，我跌跌撞撞地走出來，走得太急，摔了一跤。皇上看見穿着一襲粉衣的人，將自己摔成了泥团子。怎麼說呢？跟皇上想象中冰雪聰明的人兒不太一樣。旁邊的迎路暗叫不好，正要猶豫是否將這御前失儀的答應拖下去，就聽我一邊手背抹臉，一邊撐着的站起來。嗚，丟死人了！重來，重來！下一刻，時間倒退到10秒前，皇上的眼睛微微睜大，就這遲疑的功夫，便見到我款款走出來，向他行禮。皇上向嬪妾請安，嘴瓢了。時間再次倒退到10秒前，這回他反應過來了，時光回溯的原因竟出在我這個小答應身上，為何臨幸後宮不成的原因也豁然開朗，這必然是他爭寵的手段，阻止他去寵幸別的妃嬪。他目下森然，卻裝作渾然不知。當我再次慢吞吞地走出來時，在他眼中也變得大智若愚了起來。我規矩地請完安，他說：“你抬起頭，讓朕看看這些天害慘了朕的罪魁禍首長什麼樣子。”我抬起臉，想着大不了就回蕩，便很勇敢地直視聖顏。媽呀，好帥的例會！我自知失言，便又重來。第4次見面，皇上冷眼看着我這個膽大包天的小答應，仰着臉，可憐巴巴的嘟囔：“怎麼刷新這麼多次，皇上還在這兒呢？”在一次次的時光回溯中，他發現了另一件事，那便是我並不想侍寢。我認為只要回到過去，就能讓他出現在麗嬪或者孫常在那兒。哼，他冷笑：“想讓我走，門都沒有。”第31次刷新後，我明顯的現出皮色來，委頓的行完禮，蔫蔫低下頭。皇上說：“起來吧。”一旁的迎路驚訝地發現，皇上在看到我之後，一掃之前的陰鬱煩悶，還難得地露了笑臉。這還不算最嚇人的，下一刻，他捏住我的下巴：“朕今晚哪兒都不去，就宿在你這裡。”迎路瞳孔地震，這是他從來沒見過的全新版本。邪魅帝王發現無論怎麼回蕩，皇上也不會被刷新去隔壁後，我只好硬着頭皮準備侍寢。說來這不是苦差，皇上長得比深宮裡的 SSR 例會更完美，唯一缺點就是他隨時能讓我9足原地消失。我有點怕，又因為有回蕩的依仗。怕歸怕，時常說錯話。你很怕朕？他在床前站定，讓我伺候他更衣時，輕易察覺到我的指尖在顫抖。害怕什麼？怕皇上誅我9族。我攥緊他的袍角，一秒回蕩，諾聲改口：“皇上英武不凡，嬪妾惶恐。”龍袍的衣扣被顆顆解開，我見到向自己敞開的8塊腹肌，不禁吸溜了一下。因為要過審，深宮可沒有脖子以下的內容，這是我不曾見識過的風光。喜歡的話，
見我猶豫，他捉住我的手往自己的腰腹上按，不妨仔細摸摸。話音剛落，就見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狂摸一波他的腹肌，甚至大膽地用指尖戳了戳他的人魚線。緊接着，時光回溯3秒，便見我羞答答地低下頭。皇上萬金之軀，嬪妾不敢。臉頰酡紅，哪有方才大膽登徒子的狂相？皇上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的女子。只是很快的，他卻發現我膽子小得很，他略微碰我一下，我便滿臉通紅，水眸怯生生地看着他。皇上慢點，等等。我的聲音軟糯的能掐出水來。朕不想等。他抬眉，下一秒，皇上的褲衩子又回到了身上，他的龙脈強行熄火。皇上，嬪妾準備好了。我揚起臉，衝他甜甜一笑，渾然不知面前的男人險些炸膛。當他憋得內傷的時候，就將我明顯的緩過一口氣來的表情盡收眼底。他竟不斷的回蕩，為自己爭取喘息時間，簡直匪夷所思。如此神妙的能力，就用這種地方上。他按下質問出聲的衝動，終是不情不願的放慢動作，給我留足緩口氣的空隙。好了沒？皇上不必顧念嬪妾。朕說了，別硬撐。門外守夜的迎路廳的心中翻起驚濤駭浪，縱然皇上的語氣冷硬，可話裡的意思卻是實打實的在體貼我。這雲氏到底多大的體面呢？我原以為初次要受苦，不料皇上卻很體貼我。事後我縮成一小團，輕輕叫了聲皇上，聲音清甜，驅散了他的煩躁。他紆尊降貴地低下頭來。皇上，你人還怪好嘞。之前是我誤會他了，還以為他不行。他面無表情的一把將我的頭按進被窩裡。早些安歇。這一晚對全後宮來說都很難熬。皇上許久沒進後宮，今兒算久旱逢甘露，偏偏這甘露卻落在了最意想不到的人身上。第一難受的是淑妃，第二難受的是麗嬪。皇上湊巧到他宮裡避雨，他卻沒能留住皇上。小主，小主。被雪牙輕聲從夢鄉裡喚出時，我下意識摸了一把旁邊空蕩蕩的。雪牙見狀說道：皇上要上早朝，起得早，特意囑咐奴婢們不要驚醒小主。我多睡了很久嗎？沒很久，皇上才剛走呢。穿戴整齊後，我去往正殿，碰上早早候着的孫常在。他成了我的請安禮後，並不叫起，憤憤地盯着我。我維持了一會半蹲禮，雙膝微顫。這時，麗嬪急匆匆地走出來，柳眉一豎：雲答應，怎麼蹲在這兒？起來吧。我剛直起身，他就追問道：你昨夜可有把皇上伺候好？孫常在露出活見鬼的神色，我也略有詫異。兩人原以為皇上宿在西側殿，麗嬪該是最生氣的那一位，沒想到他這時小心翼翼地看向我，還緊張地搓了搓手。話說到這裡，孫常在明白了，多半是麗嬪娘娘惹惱了皇上，皇上才去的西側殿。被截胡固然令他不快，可若是自己作死在前，那他更怕皇上從此惱了他。但我沒想明白這一點，我就覺得麗嬪娘娘人也怪好的。我笑呵呵的回娘娘的話，皇上昨日瞧着並無不悅之意。麗嬪剛鬆口氣，聖旨就到了。皇上有旨。眾人跪了下來，靜聽宣旨。雲氏晉為常在，賜封號裘，钦此。麗嬪呆住，孫常在更是攥緊手帕，竟得了個封號。有封號等於高半級，就這眨眼的功夫，以後我不僅不需要向他行禮，他還得向我行禮。孫常在的後槽牙都咬碎了。瓊這封號確實不錯，可我不想天天被叫瓊常在回蕩。於是正準備上早朝的皇上猝不及防回到了咸福宮外。第一次他不明白，第二次他忍不住了，原路折返咸福宮西側殿。雲氏，如果讓你選，你是要晉貴人還是要封號？若想要封號，又想要個什麼樣的？封號或者進位還能自己選，哪怕知道我很得皇上喜歡。迎路聽到這種話，還是震驚的無以復加。我低頭，嬪妾不敢，但憑皇上定奪。定奪得不對，我就讓皇上重新定奪。皇上陡然攏起眉。行了，在朕面前不要來這套，想要什麼你就跟朕說吧。倒要看看我敢開多大的口，是趁機拿下，還是以退為進。他將我的神色盡收眼底，見我粉唇微張，熟悉的輕微暈眩感便在他的腦內蕩開。我竟然是在通過不斷回蕩來爭取思考空間。皇上的一句話將我的 CPU 幹燒了。現在仿佛有3個選項擺在我面前：晉位貴人失去封號，晉位常在得到封號，皇上嬪妾什麼都不要，只求皇上垂憐。我決定挨個試一下。皇上，嬪妾想進貴人。好。皇上，嬪妾不想當貴人，只想要個封號。開始有點不耐煩的皇上。好。我揚起臉，想從皇上的神色中看出端倪，而他漂亮的臉龐上神色淡淡，喜怒難辨。在第5次回蕩後，忍無可忍的皇上看明白了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。他壓着火氣，裝作沒有察覺的模樣，冷聲說：瓊昭、端靜、溫莊、順、婉、解、良、真、細，都是不錯的字，你儘管挑一個，朕便賜給你。全都是1等1的好封號，任其挑選。一旁的迎路都聽麻木了。更讓他頭皮發麻的是，我居然毫不客氣地挑選起來。嬪妾看西字就不錯。
於是早上的情景再次重演，这回我被晋为西常在。迎路原以為自家皇上也有被美人迷得昏頭的一日，不料皇上前腳踏出咸福宮，後腳就吩咐他去查查他，查得徹底點。聲音冷淡，一如往昔。這意識到皇上興許在下一盤很大的棋，迎路低頭應聲，暗打了個機靈。上半節早朝上的順利，皇上的好心情終結在處理康親王的事上。康親王犯了小錯，在早朝上顫顫巍巍跪下，磕頭認罪，磕得很重，響徹金鑾殿。他堂堂皇室貴胄，如此折辱自殘，朝臣就不由自主地同情他了。不是，朕幹嘛了？怎麼都一副朕要手刃三弟的模樣？既然康親王自請要跪，那就去跪着，直到冬季為止。他急怒攻心，聞言，康親王本就蒼白的臉色更白了3分，他俯身拜下去，臣謝皇上恩典。話說完，皇上就後悔了。他因小錯重罰康親王，落在旁人眼中就是皇上不仁不悌的證明。如果能重來，他剛這麼想，腦袋正好蕩開輕微的暈眩感。康親王撲通一聲跪了下來，磕頭：臣弟自知有錯，願自罰於乾坤宮前，跪求皇上恕臣之罪。康親王的頭垂得很低，敛去眼底的笑意，讓朝臣和天下人看到大哥是多麼不仁的暴君吧。下一刻，上首卻傳來皇上溫和的聲音：胡鬧，還不快扶康親王起來！康親王猛地一愣，按宮中規矩，出城雨露的妃嬪要向皇後敬茶，遞茶的宮女笑眯眯的。我將茶杯雙手捧住，燙得驚人，茶杯摔在地上，犯了大錯。皇後笑意淡了。西常在可是不願給本宮敬茶？魏嬪和許貴人跟着拱火。小戶出身的也太沒規矩了。我沒解釋，解釋也沒用，去驗證的人會指鹿為馬。我選擇獨當，獨當後，當那宮女笑意盈盈的將茶杯遞過來時，我用食指指尖掂住杯沿，飛快往皇後手裡一塞。娘娘，請喝。聲音洪亮，皇後面上閃過一瞬間的扭曲，換了個手勢，拿住杯子，淺喝一口。能夠承寵是你的福氣，以後守好本分便是。我應是常在的位分，不能坐下，只能在後邊站着，但起碼能在殿裡聽八卦了。哎呀，娘娘，臣妾還是第一次見到敬茶往人手裡塞的。魏嬪眼唇嬌笑，季家的家風嚴謹，規矩自然不是小門小戶能比的。許貴人附和，對旁人的譏諷我充耳不聞。從剛才皇後的反應來看，滾燙茶水正是她安排的，那便是我被扣上一個儀態欠佳的帽子，也得當場把仇給報了。請安結束後，皇後攤開掌心，紅了大片，烏嬤嬤小心翼翼地給她擦藥。嬤嬤是不是也在心裡覺得本宮小家子氣？老奴只是心疼娘娘。皇後笑了一下，神色又暗淡下來。皇上這麼久沒進後宮，靜待西常在這般好，以往不會了。他一頓，西常在和本宮之前想象的有點不一樣，人竟這般不聰明，運氣卻很好。早朝結束後，皇上問迎路：西常在今日去建章宮請安，可有受委屈？御前伺候的宮人驚得差點把眼珠子掉地上。回皇上，西常在給皇後娘娘敬了茶，期間沒生意外，只是……迎路詳實地匯報了我魯莽的敬茶動作，以及魏嬪和許貴人明諷我的事兒。皇上半閉着眼聽，我能夠回溯時光，最後的既定事實必然對我有利，我卻偏偏留下了規矩不好、儀態差這2點紕漏。倒是個沒脾氣的。他沉吟，再查查看有沒有誰暗地裡對他使壞。迎路低頭應聲，心裡卻在想，皇上到底有多珍視西常在啊？竟怕他在侍寢後請安時會受委屈。從膳房提上回來的雪芽，打開食盒，雞絲碧京粥、蟹粉包子、煎梅花肉、藕粉桂花糖糕。以前想要吃到這種菜式，不光得上供暖造銀子，更要單獨花錢購買。膳房那邊挺有眼色的嘛。貢梅與有容焉，我眼睛瞬間亮了，坐下就動筷，每一樣都比以往美味。之前主子沒事情，膳房有時會讓小太監來糊弄人。雪芽說，得寵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用完膳，雪芽問，主子可要準備起來了，說不定皇上今夜也會來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臉蛋，想起昨夜的勞累，皺起眉，算了，還是埋沒着吧，挺累的。吃飽喝足，正打算睡個安詳的午覺，貢梅便過來通傳，小主，孫常再來拜訪您了。孫常在搖曳生姿地走了進來，見我躺着沒起身迎接，他也不尷尬地見禮坐下。小妹妹想得厲害，就自個兒走進來了，妹妹不會怪罪我吧？我左顧右盼，孫常在有姐妹在我屋裡當宮女？當然沒有。那你小妹妹想得厲害，你妹妹又是誰？總不能是我吧？孫常在一噎，露出2分委屈。原來只有我一人覺得自己和西常在情同姐妹。按人情世故，他換我一句妹妹沒毛病，可惜在我這兒，人情世故只能變成世故。進宮前還有機會，進宮後難了。孫常在一驚，是因為寵愛和位分的爭奪，讓西常在對我心有芥蒂嗎？不，我一臉惋惜。義結金蘭，得拜我爹為義父。進宮後，
不方便见外男了。孙常在瞪的眼珠子险些掉出来，我泰然自若，别人犯贱我发癫。旁听的雪牙共眉，以为说到这份上，孙常再怎么也该拂袖而去，偏偏他没有，硬生生跳了过去。同住一宫就是缘分，我也是抱着想和西常在交好的心思来的。孙常在该是记错了，怎会呢？想是我长得太平凡，没能让你留下印象。国公府老夫人60大寿没邀我爹，我爹在府里跟我哭了3天，末期中年窮，我印象很深刻。孙常在的笑容僵住，结巴着找话安慰。中年仕途不得志向，是未到时机，令尊不必挂怀。也是万幸，我爹飘零半生，還有孙常在你，想认他當義父。我欣慰地凝望着他道：孙常在說，這事還請西常在不要再提了。他是上次選秀進宮的，侍寢2回，皇上便將他忘在宮裡。可我就不一樣了，我家世差，沒背景，看着也不聰明。孫常在想，自己厚着臉皮，天天往西側殿碰運氣，萬一碰到皇上來探望呢？我瞅他。那孫常在還有別的事嗎？沒事，不能在這待着。我點點頭，讓雪牙拿來針線，往他手裡一塞。沒事，就找點事做，別閒着。孫常在羞惱，我又不是你的宮女。西側殿不留閒人，你喜歡待這，就幫我做點繡品出來。他猶豫糾結，手上就繡了起來，一直繡到夜幕低垂。孫常在回去時，累得10根手指頭都抬不起來了。目送他走後，共眉憤憤不平。主子，孫常在他臉皮也太厚了點。我不介意，還挺樂意。把孫常在做的繡品拿去換點銀子。孫常在的女紅繡工一流，繡的花樣頗為值錢。雪牙和共眉都以為他受此屈辱，不會再來了。然而第2天他又來了，來都來了，那就支着唄。支了1週都沒等到皇上再入後宮，皇上忙着治理黃河泛濫和追繳錢糧，只是在忙碌的同時，他也沒有忘記盯着咸福宮那邊。說到底，他不相信我。西常在被分到咸福宮後，沒有做過任何籠絡敲打宮人的舉動，似乎對所有人都非常放心。他漫不經心道：還有別的事嗎？孫常在每日去西側宮，一坐就是大半天。皇上神情一肅，我和他來往甚密，又是有何居心？孫常在織了許多繡品，贈與西常在。那些繡品回皇上都被西常在賣出去了。皇上若有所思，把那些繡品買回來給朕看看，不要打草驚蛇。孫常在的繡品很快出現在皇上的案桌上，他拿在手裡端詳一番。朕以前沒有見過這種花樣。孫常在的繡活做得好，且頗以此為傲。他在進宮前搜羅了一些外地的繡品，背下了花樣背後的來歷和當地風土人情。當然，這些想法在進宮後都煙消雲散。孫常在第1次侍寢只說了2句話：嬪妾給皇上請安和嬪妾告退。第2次也沒能鼓起勇氣跟皇上搭話。第3次沒有第3次了。他來西側殿想蹭寵的事兒，其他宮妃頗有耳聞。好歹是好出身的姑娘家，也不知道含蓄點。被蹭的那位脾氣真好，能忍得了他每日來。西常在的娘家不顯，不敢得罪孫常在吧？後宮僧人有笑人無，而我正吃着魏嬪送來的名貴點心，麗嬪把我叫過去，眼睛紅紅的。本宮待你不薄，你怎麼寧願幫孫常在，也不幫本宮？我拒冤，我用食指比了比自己，一臉茫然。你還裝傻？麗嬪幽怨地看着我。夠了，你回去吧。與此同時，被送到未央宮的孫常在跪在地板上，冰冷的視線抵在他頭頂上，這才是宮裡人侍寢的常態。皇上割下朱砂筆，你和西常在關係很好。一句話把孫常在問的身子顫了顫。回皇上的話，嬪妾時常到西常在屋裡做客，情同姐妹。和朕說說你這些繡樣背後的含義。皇上的聲音驟冷，如實交代。說完你就可以回去，說的不好就去慎刑司裡再說一遍。孫常在沐浴在他的威壓之下，顫着聲音匯報至夜深。皇上經常打斷他，反覆審問一些細節。這事只有迎祿伺候在側，看得太監總管大為震撼。就因為我在意，皇上拿出審重犯的精神勁兒親審。當然，這是心腹太監的視角。而在整個未央宮，甚至是河宮上下的視角裡，皇上把孫常在傳召過去，一直到後半夜才熄燈。孫常在第2天直接起不來床。皇後勃然大怒，駁回了他的病假請求。孫常在有2個宮女架着，顫顫巍巍來到建章宮，臉色蒼白，行禮時摔在地上。孫常在，這是何意？回皇後，嬪妾不是故意的，是真站不住了。孫常在柔柔弱弱的開口，嗓子也是啞的。旁邊站着的我吃瓜吃得非常興奮。皇後聞言更惱，再怎麼向皇上邀寵，也得顧念着龍體。淑妃眼唇嬌笑。既然孫常在說他沒有，不如把銅冊拿來，一看便知。銅冊是記錄皇上宮闈起居的。皇后恨極孫常在這副惺惺作態的模樣，竟真的取了銅冊來。這一看，卻竟然發現昨夜竟無一次記檔。那折騰到後半夜，又是忙活什麼？皇后意興闌珊，讓眾妃嬪都回去。身殘志堅的孫常在卻硬撐着湊了過來。他滿腦子是皇上的命令。今夜之事不准對外洩露半句。你不是和西常在情同姐妹嗎？你回去之後要像往昔一樣與西常在交好，情同姐妹。西妹妹，
我回頭，你不是说不这样叫了吗？孙常在挤出笑容。其實我自小缺乏父親關愛，正好也想要個義父。姐姐，事有反常必為妖。我頓了頓道：如果你得到皇上寵愛，那是你的能耐，與我無關。結果孫常在更熱情了，我只能用宮鬥遊戲的經驗去理解，在深宮裡經常有素不相識的宮妃登門拜訪，根據位分高低會出現3種情況：投誠、拉攏、上門撕逼。我托着腮開始思考，求求了，我是真心想與你結交的。我大腦過載，什麼？你是真心想當我的跟班小弟？孫常在一咬牙，是的，我真心想當你跟班的。說完，他催眠自己，我就是個傻瓜。不料我拍了拍他的肩，不如你換個人跟吧，跟我沒有前途的。見他仍然堅持，我便隨他去了。在他答應的剎那，我腦海裡響起叮咚的提示音。我打開角色面板，人際關係分支裡，交好一欄出現了孫常在的名字，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交惡那一欄赫然出現了皇後的名字。他啥也沒幹啊，娘娘。回到咸福宮後，我往角落一貓，開始期待午膳。結果今天送過來的菜都是我不喜歡的。獨當到第2回，沒等到提膳回來的雪牙，卻等到一臉笑容的迎祿公公。西常在，皇上傳召小主去乾坤宮伴駕。我拒絕加班，再次回蕩。第3次，外面傳來異響，緊接着是一聲太監尖利的通傳：皇上駕到。1刻鐘前，皇上陷入了循環。在第2次循環發生時，他決定將我傳召過來。被皇上召來伴駕，對後宮女子來說是何等榮寵，總不會想再回溯時光了。而紙上消失的字跡讓他一秒打臉。皇上，他說拜駕咸福宮，傳他伴駕還不知足，朕親臨總行了吧？皇上駕到。下一秒，皇上就發現自己從咸福宮回到了乾坤宮，虧他還以為他在咸福宮受了什麼委屈，結果在他心中見到皇上跟被迫害是一樣的。他不曾想到過我回溯時光的原因，只是因為不喜歡吃茄子。好，很好。他將宗卷捏得咯咯作響，他冷着臉吩咐：拜駕咸福宮。他一聲令下，迎祿有條不紊地準備起來。他想，回溯時光不僅能讓人白費功夫，還能讓他在有限的時間裡進行無限的學習。迎祿將按上位月的奏折置入箱中，朕要帶着看。如是者，他再次坐上步輦，然後再次被退貨。他想起希臘使者來訪時講過的神話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，永無止境，徒勞無功。他不覺得煎熬。奏折看完了，就換別的書來讀。在一次又一次的回溯時光中，他仿佛永遠無法踏進西側殿。而這竟讓他更加期待我熬不過他，只能接駕時會是什麼表情。第10次，我先頂不住了。再次聽到皇上駕到時，我心中充滿怨念。這個遊戲裡的皇上隨機性也太低了吧！小主，皇上居然來找你了。鳳梅喜不自勝，我慢吞吞地挪着小短腿出門接駕。嬪妾給皇上請安。我盈盈一拜，頭垂得低低的，結果下一刻就被皇上架着2邊胳膊抬了起來。皇上你幹什麼？哈哈，朕不怪你。皇上朗笑出聲，朕也是心之所至，才放下宗卷，想來找你一道用膳。10次回溯時光，他終於成功走進咸福宮，天底下就沒有他謝之行辦不成的事兒。皇上，那能先把嬪妾放下來嗎？我略帶窘迫道，我的個子在妃嬪之中都算小的，皇上又是近1.9米的高個，他雙手架着我的胳膊把我舉起來，我一雙腿碰不到地，只能晃了晃無助的啾。皇上欣賞了一會，才將我放下來。2人邁入屋裡，他環顧屋中布置。上回在這裡避雨時還不覺，白天來這裡真香，住得開嗎？嬪妾住着挺好。我乾巴巴的回應，這也是我無心爭寵的原因之一，學不會風情萬種的媚態。也是，你個子小，施展得開。他掃過去，審視的一眼。皇上說的對。不過朕也不知道你在這裡過得舒不舒心。他放柔語氣。可是伺候的人不周到。這是遞話過去讓我告狀，拿伺候的人作畫，也是我知道。除去2個大宮女，能接觸到我的宮女太監都被買通了個遍，全是其他妃嬪的人。沒有，大家都伺候得很好。我面露猶豫。如果說有一點不舒心的地方，你儘管說。我按捺下話裡的激動，就是最近膳房送來的菜裡老是有茄子，嬪妾不愛吃茄子。我小聲嘀咕。茄子？皇上險些沒繃住表情，他雙手捧起我的頭，讓我揚起臉來，看清我的神色不似作偽，當時啼笑皆非。就因為送來的膳食有茄子，讓你這麼不高興？是嬪妾挑食所致，原不是他人的罪過。見我真心求情，他便作罷。好了，過來。他將我抱着坐到大腿上，把人結結實實的抱在懷裡。這回我沒敢吱聲，嗚嗚，立體男人好可怕。我又想到進了宮以後，也許是要習慣偶爾親密1-2回，於是存了檔，決定用這場景反覆練習。皇上抱了一會兒，御膳部好菜，他就要將我放回座位，結果眨眼之間，滿桌的菜消失，我又回到他懷中。皇上按兵不動，觀察我要做什麼。我慢吞吞的在他懷裡調整姿勢，小手搭上他的肩膀。你在幹什麼？他問我，我小小聲的說，嬪妾想抱抱皇上。皇上果真有點看不透我了，既然想擁抱他，為什麼要一次又一次的回溯時光，不願見到他？不過朕還以為多了不得的事，
他眉眼淡淡的，反手扣住我的腰。那朕也抱抱你。结果下一秒，时光又回溯了。皇上，女人好难懂。他低头看见我的粉颊红红，隔着衣料也感受到我狂跳的心脏。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我是因为他主动抱了我的腰而害羞了。我做足心理準備，才再次抱上去貼貼。被回溯2次，皇上早沒有引你心思了，只端坐着看我表演。貼了一會，我心跳回到均速，覺得自己已經適應和3次元男人的互動了，我又行了。當緊張褪去，自信重新佔領高地，我嘿嘿一笑，拿起插着切塊水果的小銀叉，要像電視劇裡打幾位紂王一樣投餵皇上。皇上請用。只是按規矩不能直視聖顏，我又沒經驗，這一戳翠桃帶着汁水戳在了皇上他鼻子上，我了一聲。西側殿霎時變得非常安靜。皇上，嫔妾不是故意的。朕知道。他看我拿手帕給他擦臉，原以為我要回溯時光，多練習幾遍，揣摩帝王的喜好和習慣。不料我給他擦完臉後，直接靠在他懷裡，安安分分的不作妖。皇上，嫔妾餓了，不如先傳膳吧。皇上愣了2秒後才反應過來，我放棄了，只不過失敗了1次就放棄了。他這輩子就沒見過這麼能半途而廢的人，我歡天喜地。嫔妾還能點菜嗎？皇上轉頭吩咐迎路取單子來，御膳房的食材由皇莊提供，單子上的菜色應有盡有。我看得眼花繚亂，順着性子點了一堆葷菜。迎路嘆為觀止，這西廠再點起菜來是真不客氣。沒想到西廠仔這麼能吃。御用的食材肯定是天底下第一好的，嫔妾貪心都想嘗嘗。皇上聽笑了，誰跟你說御用的食材是最好的？我愣了愣，農戶看天吃飯，最好的那一茬，該是只有當地人能吃到，農民手裡吃到的瓜果比御用的更新鮮。送到皇上面前來的食材必然是最漂亮好看的，好不好吃另說。他不是貪圖吃喝的性子，卻見懷裡的小姑娘陷入沉思。他問我想什麼呢？我說果子一甜就招蟲，最甜的該被蟲嘗過，比農民伯伯還鮮一些。沒關係，皇上沒嘗過最好的，嫔妾家裡窮也沒有嘗過。皇上不由覺得老天無眼，逆轉乾坤的大能怎會交給這麼一個人？等到御膳送上，他才再次大開眼界。我點的菜不多，御膳自然不可能只上那麼幾樣，滿滿當當的一桌。我拿起把自助餐吃回本的精神勁兒，就是酷酷一頓炫，吃相還算優雅，禮儀沒忘，就是給他帶來了一點小小的震撼。但人的胃始終是有極限的，當我再也吃不下的時候，選擇了回檔重吃。期間不忘看向皇上，皇上你也多吃點。他看我吃就飽了，吃了2遍後，我總算是把24道菜都品嘗了個遍。正當他以為我完事了的時候，時光再次回溯，而這一次我只淺嘗了面前3道菜，便放下筷子，乖巧道：嫔妾飯量小，已經吃好了。如果不是見證過我的狂風掃落葉式進食，他差點就信了。他看向我，你就吃這麼點？回皇上，嫔妾怕長胖，不敢多吃，每樣淺嘗一點，已經很滿足了。我點點頭，笑得煞是羞澀好看。嫔妾的小鳥胃是不是把皇上嚇到了？有點。朕有點被我的另一副面孔嚇到了。用完膳後，他也沒走，問了問我有什麼需要，確定把我安置得舒舒服服，應該沒有需要回檔的地方後，他才移駕離開。其細心體貼，如果不是在場親眼見證，這些工人都不敢相信。而就這半天的光景，皇上擺駕咸福宮陪我用膳的消息已經傳遍了大半個後宮。一次侍寢後的進風可以說是一時興起，今日之舉證明他沒有完全忘記我。於是有好些人坐不住了，首先坐不住的是衛嬪，他擰着帕子去見張公跟皇後，說了許多酸話。我不過是個常在，竟敢霸佔皇上，肯定是個沒規矩的東西。皇後聽在耳裡，心裡也是這麼想的，但這話不能由他說，便淡淡道：麗嬪剛進宮那會兒也得了一時寵愛，現在不也回歸平淡？不過喬着清閒多寵着些。你說的對，區常在，不必往心裡去。娘娘還是太寬容，才縱了這等子人。沒達到目的的衛嬪氣鼓鼓的走了，轉頭去了中翠宮找許貴人嗑瓜子。皇後是不着急，初一十五總要到建章宮，可我們呢？你別看皇上才找了我2回，要看這陣子皇上除了他就不踏足後宮。許貴人壓低聲音，請不動皇後，姐姐自個兒也能辦。明着來是會招皇上的眼，暗着來讓人侍不了寢的法子不是多着。明着來是會招皇上的眼，暗着來讓人侍不了寢的法子不是多着。這把衛嬪說的真心動了，但她不傻，搖了搖頭。罷了，她頂破天也只是個常在，最坐不住的該是和她同期入宮的秀女。我午睡一覺醒來，就看見自己人際關係裡的交惡，刷刷刷的多了一串自己根本沒印象的名字。人在宮中坐，敵從八方來，害得我甚是焦慮的吃完了2碗白米飯，平時都是要吃3碗的。小主，今天胃口不是很好呢。我點點頭，總覺得有人要害我。共眉一驚。是了，哪怕是在咸福宮，麗嬪和孫常在的工人也會經常朝這邊探頭探腦，或者跟奴婢和雪芽搭話，想打聽西側屋日常的事。雪芽每次提上回來都提心吊膽的，生怕一歇腳的功夫，膳食就被人動了手腳。雪芽附和，奴婢和共眉都盯得很緊，
但小主自个兒也要小心才是。翌日，我就見識到了第一招循我規矩上的錯漏。請安結束後，馮嬋從我回咸福宮的必經之路拐角處殺出來，他的位置處於我的視野盲點，碰瓷的見了都得叫聲前輩。我認栽，利索回檔。上一次存檔是在請安結束稍前一點，這一回馮嬋還沒來得及邁出腳來，我就揚起18里開外都能聽見的嗓子深深一拜：嬋妾向馮嬋請安。當值和路過的宮女太監都下意識扭頭過來，還有幾個同樣從建章宮離開的宮妃也嚇了一跳。全是我的證人，請安就請安，你喊那麼大聲幹什麼？馮嬋捂着胸口，我都沒看到你，你看到我了嗎？怎麼走着走着就請起安來了？沒見到，但是嬋妾聞到馮嬋姐姐身上的味兒了。哦，可是香味？馮嬋姐姐說是香味，那就是吧。這回輪到馮嬋疑心自己身上是否有體味，都沒空再拿捏我，急匆匆要回宮。一旁路過的許貴人看完整個過程說：西常在你很機靈，也有2分運氣，可是看到了烈日下馮嬋娘娘被拖長的影子，才提前應對。但是西常在，人不會總是這麼幸運的。許貴人高估我的智商了，我不怕，見招拆招嘛，老天爺總是站在我這邊的。同一時間，在軍機處好不容易給大臣講明白了部署，結果又得重講一遍的皇上，再次覺得老天爺無眼。乾坤宮外，一個眉眼平凡的年輕太監從長廊底下快步走過，他掏出令牌，迎路便放他進去了。參見皇上，起來吧。內侍正在替皇上解下發冠，他嫌動作不夠利索，擺手讓內侍退下。年輕太監輕車路熟地上前伺候。今日西常在去建章宮請安後，在回去咸福宮的路上遇到了馮嬋。西常在高聲向其請安後，和許貴人短暫交談2句，就回到了咸福宮。現在由青州盯着。自從鎖定我就是掌握回溯時光大能的人後，皇上就派出了2名暗衛，日夜輪番監視。陳州一邊仔細為他整理衣冠，一邊詳盡地匯報他們交談的內容。聽罷，皇上嗯了聲，繼續盯着，不要做多餘的事。是，奴才告退。陳州行了五體投地的大禮，才退出殿外。在派遣暗衛去監視我的第一天，皇上就想過要不要同時下達暗殺命令，只是這個念頭不過頃刻就被他掐滅了。能夠逆轉乾坤，這是仙人才有的本領。皇上受命於天，為萬物之首，萬一激怒了神仙，後果不是一介凡人能夠承受的。最起碼，現在的我並不與他為敵。他奠定的策略是與我慢慢周旋，觀察，看是否有可圖之力。他踱步到書案前，皇上，奴才求見。門外響起迎路的聲音，迎路恭敬垂手入內，雙手奉上數本書籍，全是民間搜羅來的凡人和仙子山妹相愛的故事，其中主角不乏曾經的帝王。皇上正打算坐下細看，外面就傳來端親王求見。聽見是端親王，他的冷臉終於露了點笑，他擺手讓人進來，並未將書籍藏起。端親王一進門，就被書案上的少兒不宜讀物閃瞎了狗眼。他打開一看，發現裡面的內容比書名更不可描述後，立刻啪的合上書，滿臉漲紅。白日觀此書，不像皇兄能做出來的狂行啊！朕只是好奇九天玄女與凡人的雙修之法。端親王，沉迷長生修仙是每位帝王的必修課，但皇兄也問道，問得太早了吧？端親王開玩笑道，皇兄個把月不踏足後宮，同策空空如也。太后上回召我入宮，就為這事急上火，原來皇兄是在等仙女，只是不甚熱衷。被當面提及房事次數，皇上也淡淡的，能與仙女雙修，才能尋得長生之法。端親王微笑點頭。作為燕赤第一帝炊，他現在就一個想法，大哥是不是乾奏折把人乾傻了？與此同時，我存了個檔，正準備出去逛逛。西側殿的屋子小，沒有別的娛樂，待着也乏味。貢梅說：小主，外邊天氣涼了，還是多披件衣裳吧。我怕冷，聽話的把自己裹了個嚴嚴實實。雪牙愁眉苦臉，這下是不怕着涼了，可萬一偶遇皇上。我張嘴就開始胡說八道，哪怕下雪天裡，塗身姿纖瘦，動人穿的單薄的妃嬪少了去，皇上都看膩了。我要反其道而為之，做皇上沒見過的毛絨球，何況不還有人要害我？我穿這一身，他在樓梯上推我，我滾到地面都毫髮無傷，有理有據，令人信服。雪牙崇拜地看向我。出門時經過正殿，麗嬪正坐在小花園的秋千上，遠遠瞅見我們一行人，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。本宮是不是看花眼了？怎麼有個毛球在往外走？回娘娘，那仿佛是西常在。皇上的喜好便是後宮的時尚風向標。麗嬪聽罷思索良久，回頭就把冬裝提早置辦出來。雖說存了檔，我也沒往御花園等熱門遊覽地點去。我往冷僻的地方走，不易和帝王偶遇，賞了一會湖景，走進駐春林中，卻隱約聽到裡頭有動靜。再一細聽，是個女人在說話。本宮多番抬舉你，你卻總讓本宮失望。你知道嗎？每次家裡傳信，讓本宮向皇上舉薦你，本宮都想將家書撕碎，就當作沒見過。但本宮不能這麼自私，本宮得為季家設想。女人有把十分動聽的嗓音，再涼薄的話，經她說來，都無端多出3分綿綿情意。小主，
雪芽壓低聲音，拉了拉我衣袖，能以本宫自称，又姓纪的，宫中只有一位延禧宫的淑妃娘娘。淑妃向来爱惜名声，不轻易责罚他人，没想到对庶妹这么苛刻，这邊鲜少有人踏足，小主還是快些離開為妙。我正糾結要不要偷偷溜走，另一把女聲響起：嫔妾願聽姐姐教誨，一切聽從姐姐的意思。這把故作清冷的聲音，我倒是認得，畢竟是在儲秀宮就讓我血賺50兩銀的送財童子。你真願聽？淑妃問。只要姐姐消氣，嫔妾必定言聽計從。很好，不錯。淑妃輕笑起來。你往這兒跳下去，本宮待會兒救你上來，便得一個捨身救妹的好名聲，你也能博取皇上的憐惜。臥槽裡頭安靜了一會。姐姐，快要入冬了，我不會水。季貴人的聲音微微顫抖着。不會水更好了，才真實。皇上的眼睛很毒的，看不得弄虛作假。淑妃話裡洋溢着輕快的笑意。好了，快去吧，本宮會記得救你上來的。我內心天人交戰，作為生長在5星紅旗下的現代好青年，制止犯罪現場，人人有責。不要，姐姐，姐姐！當季貴人求救的聲音響起，我只覺腦袋嗡的一下。雪芽說，淑妃很是在意名聲，淑妃敢這麼做，多半是仗着此地無人，那我就來做這個見證人。哇，這裡好清幽，景色好漂亮。我一邊扯着嗓子猛刷存在感，一邊往聲源快步走去，結果走得太急，又摔了一跤。不遠處，孔武有力的大太監正捉着季貴人的手，要將他推下湖。在即將得逞之際，4人就看見一個毛茸茸的球在地上滾了滾。毛絨球發出嘶的一聲，費勁巴拉的站起來，見到是近來出盡風頭的我。淑妃漂亮的眼睛微眯。嫔妾給淑妃娘娘請安。我嗆亮着站起來，向淑妃行禮。我賭淑妃會看在有外人的份上有所收斂，如果沒有，我就重來，換一種方法救季貴人。周圍安靜極了，只有我踏在枯葉上發出的細碎響聲。烏雲蔽日，為淑妃的漂亮臉龐蒙上一層陰霾。時間仿佛在霎時被拖慢許多。淑妃的手中現出一個赤金質地的浮雕懷錶，她低頭看了眼時間，對我和顏悅色道：“時辰不早了，正好西長再來了，便帶本宮陪一陪本宮妹妹賞景吧。”我目送那淺紫色身影施施然離開後，回頭一望，被季貴人的面色嚇了一跳。她蒼白着臉龐，額上和頸項汗津津的，仿佛剛從水裡撈出來。我後退一步，人別死我面前啊！淑妃走了，死無對證。季貴人頓了頓道：“我沒事，只是有點熱。”快入冬的秋天，擱這說熱，我拉拉自己的衣領。被你姐氣的火都來了，肝虛火旺，我懂。季貴人沉默了下來，他看向我，感懷不已，險險落下淚來。淑妃說得好聽，為季家設想舉薦我，其實是因為她入宮多年卻懷不上，要借我的獨生子，再將我的親兒奪了去。我說，淑妃真自信。季貴人後宮凶險，季家在宮中的人脈也都掌握在她手中，她有我不敢違抗的自信。我搖了搖頭，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她怎麼相信你能懷上呢？季貴人看向我身後的雪芽，你家主子一向這麼說話的。雪芽沒敢接話，我接了。這麼說話怎麼了嗎？這麼說話很容易得罪人。那你記恨我了嗎？季貴人別開臉，我就噠噠噠的走到他面前來，他才不得不正面回答。我不是恩將仇報的人。他原本陷入被親姐推落水的恐懼和悲傷之中，卻被我插科打諢的愁緒消去大半。見我巴巴的望着自己，季貴人道：“你想說什麼就直說。”怪不好意思的。我舔着臉說：“就是好奇你倆發生什麼事。你現在不怕被淑妃滅口了？”我假裝在看遠處的風景，到底是恩人季貴人還是說了？淑妃不是真的想弄死我，她嫌我不中用，不耐煩再等下去。皇上也太久沒去延禧宮，他就出此奇招。季家的姑娘一個落水，另一個捨身相救，也受涼了的話，皇上終歸是要來看一眼的。就為了皇上的一眼，要將不會水的庶妹推下去。季貴人的眼睛噙了淚，他負氣的遷怒：“你入宮即拔得頭籌，既進位分，又得封號，可謂得償所願了吧？”我的願望又不是得寵。無需多言，季貴人也相信了這句話。我反問他：“那你最想得寵？”季貴人說他想回家，但是不能夠了。入宮便仿佛走在幽深的家道裡，女子只能一直往前走，沒有供他轉身的空隙。季貴人吸吸鼻子，仿佛下定了決心。皇上要在月底選去秋壽的隨行人員，你想去的話，得趁早去求皇上，不然常在和答應一般是沒機會去的。這也是淑妃着急的原因之一，她怕皇上表哥不帶她，她無以為報，只能拿僅有的情報來報答一二。臨分別前，季貴人說：“雖然你救了我，以後再遇着機會，我也會拉你一把，但我們還是不要扯上關係的好。”
我一邊應聲，一邊打開人際關係面板，交好孫常在，季貴人。季貴人的名字顏色比孫常在要深很多，意味着好感度更高。我靜了半晌，終是忍不住笑了。回到咸福宮時，淑妃的赏賜也一起送到了西侧屋。我謝賞送客後，将锦匣打開来，發現裡面是一根成色極好的金鑲珠翠挑簪，剛好是我這個位分可以穿戴的。送賞賜來的宮女很客氣，說是謝謝我陪淑妃娘娘的妹妹賞景散心。知道內情的雪芽心有戚戚然。淑妃這是敲打小主，讓小主不要亂說話呢。不愧是姐妹，出手都很大方。我不介意，將簪子捧在手裡，欣賞了好一會，才讓雪芽放在梳妝台上。明天去请安时就带她，讓淑妃看到，她就會放心了。說完，發現兩個宮女齊刷刷的轉頭盯着我，共梅一臉欣慰。沒想到小主也這麼懂人情世故。雖然沒有明說，但我覺得自己被小看了。不過現場並不止我一個人吃到瓜了，還有一直陰暗尾隨的暗衛青州。他轉頭就把全過程匯報給了皇上。朕知道，淑妃愛惜的名聲在皇上眼中卻不重要，要吸引他的注意力，這的確不失為一個雙贏的好辦法。可惜季貴人是個怕水的。淑妃做事還是不夠細緻，讓羲長再看到現場，是他最大的失誤。皇上點評完，重點放在了季貴人，告知我秋壽這事上辦得不錯。我想去秋壽，就得去他面前刷存在感。他做好心理準備了，快讓他看看我有什麼神仙手段來勾引他吧。他等了3天，沒等到，他刻意增加了去後宮溜彎的次數，靳鞭一甩，路過的狗都知道皇上駕到，只要我回溯時光一次，就能提前蹲他的點，但是沒用。3宮6院的妃嬪，他偶遇了個遍，沒見到過我。一問我的行蹤，人就在咸福宮，半步沒出過宮殿。皇上被氣笑了，山不來救我，我便去救山。想通這一點後，他直接在隨行名單裡加上我的名字。皇後拿到名單後，強笑問道：“貴人位分上的都沒全去，就帶上羲長在，會不會惹人非議？”燭影綽綽，皇上投來平靜的目光。那在出發之前，朕把他提作貴人。臣妾開個玩笑，皇上怎麼跟臣妾較真上？皇後不敢再掃他的興，事情便不了了之。只是他萬萬沒想到，當隨行人員名單公布的時候，時光居然被回溯了。季貴人的好心提點，注定要白費。他說秋壽的事，我根本左耳進右耳出，但雪芽和共梅都記在心中，對主子的護膚和養髮更加上心。初時我沒發現，畢竟一到護膚時間，我就兩眼一閉。後來我每次起快去夾有辣油的菜，雪芽就勸道：“小主這道羔羊肉撒了胡椒，吃了容易長面包。”什麼面包？我茫然抬頭，片刻才反應過來，那個字念泡，面泡即為豆。我聽話的換了道菜吃，這回換共梅拿茶杯來。這道麻婆豆腐多辣油，小主等奴婢先過遍水。啊，吃麻婆豆腐都要過遍水的人，滾出燕翅！不是，等等，兩位為何突然變得嚴格？小主，咱們已經不算嚴格的了，正殿那位已經開始一天一頓不沾葷腥了，想必也是收到了皇上要你秋壽隨行名單的風聲。我一聽，可是我又不想去。見兩個宮女疑惑地望向自己，我微微嘆氣，再次開始胡言亂語。努力不一定成功，但是不努力一定會很舒服。我寧願什麼都不做，也不願犯錯。雪芽和共梅沉默了，我點了雪芽的名。聽完這番話，你有什麼感悟？奴婢不是很懂，但主子說的終歸是有理的。雪芽雙眼閃閃地看我，輪到共梅時，她說：“等小主誕下皇子，小主再說這種話的時候，勞煩提醒奴婢一聲。奴婢好。”趕緊捂住小殿下的耳朵。我沒說的是，我不僅是懶得努力，更是不想去秋壽。古代出行是翻倍意義上的舟車勞頓，常在位分又低，規格擺在那，不會獲得多麼舒適的旅遊體驗。光是坐馬車的顛簸就能去掉我半條命，不如留守宮中。在旁人看來，我第一回侍寢就得了封號，前途無限，很應該把握住這份新鮮感往上爬。我卻沒有動力。一旦想爭寵，距離乳腺增生和卵巢囊腫就不遠了。自打皇上準備秋壽的消息真正傳播開來時，每日請安的建章宮火藥味重的隨時要炸開。皇後這回倒是最坐得住的那位，按燕赤規矩，秋壽如無特殊情況，默認皇後都是要隨行的。淑妃也難得多話了起來，只是沒人敢接槍。她在宮中走的是柔弱表妹人設，就等着哪個不長眼的嘴賤以下犯上，她就能名正言順的被氣暈過去，博取皇上憐惜。眾人心裡有數，自然淑妃說什麼都是事實。好，偏生這時候皇後還要來撩撥她。淑妃近來瘦了幾分，如果有感不適，怕是不宜舟車勞頓。淑妃站起身，對着皇後屈膝行禮。皇后娘娘教訓的是，臣妾蒲柳之姿，每到換季的日子總是有些咳嗽，幸得皇上憐惜，屢屢賜下補品滋養。我有皇上表哥賜的補品，您有嗎？皇上表哥惦記着我的身體，您氣不氣？後宮眾人偷摸往上飛快看了一眼皇後娘娘的臉色，她很氣。淑妃，這又是做什麼呢？皇后冷下了臉色。本宮對你關懷一二，何來教訓一說？臣妾並無此意，請娘娘明鑒。
淑妃眼中含着委屈的淚水，明眸閃閃。在東宮時，皇后就和淑妃素有不和，淑妃这一招对别人也許不管用，卻每回都能激怒皇後。淑妃既無此意，那帶你回到延禧宮，可就不要哭得背過氣去。皇後話沒說完，淑妃就扶着額頭暈過去了。娘娘，娘娘！淑妃身後2個經過訓練的宮女及時將她扶住，避免磕碰。這下子皇後的臉色就和她的鍋一樣黑。原本半個時辰就能結束的請安，因為淑妃神來一筆的暈倒，延長到了1個半時辰。我吃瓜吃得津津有味，精彩是真精彩，嚇人也是真嚇人。所以當秋壽隨行名單公布時，我選擇了回檔。第2次名單略有變動，少了馮嬪；第3次麗嬪位列其中；第4次季貴人都被帶上，而每一次我都在大名單上跟狗皮膏藥似的，扯都扯不掉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為什麼皇上就非得帶上我？皇上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他原以為我是不想和刁難過我的馮嬪同行，或者想帶上主位娘娘才有安全感。再然後，興許是想有季貴人作伴，統統是錯誤答案。我到底想要什麼？這個問題盤踞在他心中，久懸難解。在第5次回檔的時候，魏嬪領着和他1個宮裡的許貴人登門拜訪，大意是問妹妹才侍寢1次就得封號，是如何討得皇上歡心的？皇上最近喜歡啥啊？2人問得直接，我詫異之餘，猜想他們是真急了。其實不全是，是魏嬪覺得我腦子不太好使，問得太婉轉，怕我聽不明白。我不知道啊。我非常真誠，可能因為我長得美，後宮裡的姐妹就沒有醜的，那就是因為我特別美。魏嬪一個勁兒地盯着我的臉龐看，居然相信了2分。許貴人不服氣，熹常在不想說便是，何必戲弄我倆？魏嬪冷了臉色，麗嬪對你管得不嚴，這要是在本宮的宮裡，就該重新學規矩。等秋壽回來，皇上怕是難以記起你了。我心中直呼冤枉。就在這時，外頭傳起一陣騷動，有太監朗聲通傳：皇上駕到！3人一機靈，匆忙出門迎駕。轉眼間，眾人就以麗嬪和魏嬪為首，跪了一地。等了一會，御輦才到院落中。皇上萬安！都起來吧。雖然是來找我的，皇上仍然先將麗嬪和魏嬪扶起來。朕也沒別的事兒，今兒是來找熹常在，說說秋壽準備事宜。麗嬪，你往年去過，多看顧他點。魏嬪，你來找熹常在有什麼事兒嗎？魏嬪人都麻了，比他更麻的是許貴人，但貴人在皇上眼中算個屁，問話沒輪到他。回皇上，臣妾只是閒着沒事，來找熹常在說說話，都是些女人家之間的閒話。魏嬪硬着頭皮回話：臣妾還想着在熹常在這用膳，皇上可要一起。聽到這話，麗嬪和孫常在都對他的勇氣另眼相看。皇上分明是來找我的，按理說請完安他們就得散場。他說的這麼好聽，不就是想和我一起用膳，趁機邀寵？熹常在這裡施展不開，去正殿傳膳吧。麗嬪也一起。皇上頷首，孫常在沒被叫上就告退了。上回給他回話回了一整夜，徹底熄滅了他想爭寵的心。許貴人不想走，對着魏嬪眼神暗示，眼睛都快眨花了，卻發現自家主位娘娘視線粘在我身上，半點沒分給他。帝王用膳，總要有人布菜。許貴人在短暫的天人交戰後，主動接過了這份活，試圖不着痕跡地勾起皇上的注意。要不要這麼幹，他是糾結過的。首先，我區區一個常在都坐着用膳，他堂堂貴人卻站着布菜，有點過不去心裡那坎。其次，這也算是在主位娘娘面前邀寵，怕惹惱魏嬪。只是很快的，許貴人發現自己多慮了，2位嬪主子一個勁的跟皇上搭話獻媚，顧不上瞪他。我把他們的說話聲當白噪音，吃得特別香。御膳裡有一道香露飯，用應季的新鮮桂花蒸出花露，加入熟精米之中。麗嬪含情脈脈地望向皇上，說到秋壽，臣妾也好想見識皇上在馬上的英姿。我在吃荔枝肉，魏嬪自知容色不如麗嬪，打出慈母牌。麗嬪往年也見識過了，今年該讓臣妾帶着如意去，如意可想她父皇了。我在吃酒煮御訓，2位嬪主子都忙着說話，又想在皇上面前保持優美儀態，幾乎沒怎麼動過筷。結果就是唯獨我將許貴人使喚得團團轉，加了這道又要那道。我倒是沒故意的，這不是許貴人為了御前露臉，將本來布菜的宮女都排擠開了，我總不能自己上筷子。許貴人不這麼想，他就覺得我故意下他的臉。臣妾還記得皇上最愛吃荔枝肉。麗嬪剛將肉夾到皇上面前的小碗裡，魏嬪就不甘示弱的再往裡加一片魚肉。麗嬪有所不知，這鱸魚呀，才是皇上的心頭好。皇上淡淡看了眼碗裡的菜，抬眸問：熹常在呢？他也一起用過膳，不知道有沒有留意朕喜歡吃什麼。我被萬歲爺 Q 到的時候，正在跟一碟豬肘子較勁，多留了個心眼，聽在座諸位講話，這不就派上用場了？我自信回答：回皇上，臣妾喜歡粉蒸肉。餐桌上沉默了一刻，迎路。皇上抬了抬手，把這道粉蒸肉撤下去。我 QAQ，
正當眾人以為我惹了皇上不喜後，他却接着说：“等你陪朕去秋寿，再讓你吃個夠。”三人瞳孔地震，听这語氣，皇上不僅內定了要帶我去，還有商有量的讓我陪着他去。皇上，秋壽要帶上嬪妾嗎？我忍不住問。對，朕想你陪着。他用了很堅定的語氣。怎麼了？你不想嗎？我苦着臉瞅瞅他。有話但說無妨，朕恕你無罪。話說到這，麗嬪、魏嬪和許貴人都覺得我該見好就收了，不料我當場表演了一個蹬鼻子上臉。去獵場要坐好久馬車，常在坐的馬車既逼仄又狹小，去了獵場住的也不好，都不如賢福宮現在住着舒坦。麗嬪娘娘人也好。我高情商的抬了一手，自家主位娘娘。所以這就是你想在宮裡陪麗嬪而不伴駕的理由。皇上淡淡的一句話，便將我的高情商發言生生打壓成低情商。麗嬪的心情大起大落，大起是我居然在皇上面前講她的好話，大落是講了不如不講。她忍了忍，沒忍住。皇上，臣妾有一言想說。皇上准了，他說：“秋壽臣妾不想待在宮裡，臣妾也想去伴駕。”麗嬪揚起笑臉，要是能夠一起去秋壽的話，臣妾定會照顧好熹常在。說來，臣妾也很想有他作伴呢。他品出了皇上十分想讓我伴駕，卻又死要面子的心情。只要秋壽能帶上他，他和熹常在可以立刻情同姐妹。明白過來後，魏嬪的臉色立刻就變了。他恨麗嬪能屈能伸，又羨慕他宮裡有個得臉的能幫上忙。看來你和熹常在相處的不錯。皇上說：“熹常在的玉鐲子就是臣妾送的呢。”皇上轉目去看，我手上的確有一隻玉鐲。他頷首：“成色是差了點，熹常在還不離手的戴着，看來是和麗嬪很投緣。”這是臣妾全副身家裡最好的鐲子。不是很懂你們第二代對首飾的評判標準。皇上挑眉：“待伴駕有功，朕再賞你一整套的翡翠頭面。”我轉頭看向麗嬪，正想說有她送的玉鐲已心滿意足，視線移過去，就被麗嬪面帶微笑的哀求目光頂了回來，仿佛在無聲說着：“有話別帶本宮，求求了。”見我還要猶豫，魏嬪和許貴人後槽牙都咬碎了，還不答應等什麼呢？然而皇上看我還不答應，想了想說：“你顧慮出行不便，那去時和回來你都待在朕的馬車裡，到了那邊朕再給你安排帳篷。熹常在，你說可好？”他想，如果我再不答應，那可能仙女是真不愛出門了。沒想到我答應得很痛快，正好翻過3巡，瓜果呈上。許貴人將一個又圓又大的橘子盛在瓷碟上，放在我面前。我禮貌道：“謝謝，我不是很喜歡吃橘子。”過了會，雪芽上前將橘子剝好，我驚喜：“謝謝，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吃橘子？”皇上忽然不確定了起來，也許仙女是真的嫌棄出行條件不好，可皇上不知道仙女下凡打的是什麼主意。在許多精怪天仙產生感情的故事裡，往往只要有一方說破實情，另一方就會黯然離去。他不想引起我的疑心，不好在位分進得太快，惹前朝非議。他用完膳後沒在賢福宮久留，把仙女哄去伴駕秋壽後，他得回乾坤宮，還有折子要批。魏嬪人都是恍惚的，因為膝下有公主，即使皇上不再寵愛他，他也時常有面見聖顏的機會，因此也更了解皇上的性情。先帝的兒子都很出色，皇上能從中脫穎而出，付上了比弟弟們更刻苦的努力。所以在兄弟裡頭也是最不貪圖享樂的一個。待合心意的後妃有2分好，從不寵得過頭，對我這種做派以往是沒有的。於是魏嬪看待我也多了2分謹慎。我想給2位嬪主子布菜，熹常在使用起我來，卻一點不客氣呢。許貴人對着我陰陽怪氣：“你攔着我宮女了。如果你不是故意的，那就是真不通人情了。”我面露苦惱之色，並給出了一個許貴人沒想到的答案：“人總不能為了人情，連御膳也不吃吧？”許貴人還想說些什麼，被魏嬪冷冷的一句走了喝止。目送2人離開賢福宮，麗嬪將我請到正殿：“麗嬪姐姐，別，我該管你叫姐，剛才真是嚇死我了。”麗嬪猶有餘悸，我說這不合規矩，會被人說閒話的。那我們各論各的，你管我叫姐，我也管你叫姐。老實說，我也不明白皇上對我的殷勤從何而來。滿打滿算，我只侍寢了1回，既沒展現出驚人的防中術，他也沒說什麼情話，因此皇上對我的處處照顧充滿謎團。我這麼想，也這麼跟麗嬪說了。麗嬪聽罷不敢相信，皇上待你好的像跟你情定3生似的，而且我早聽說皇上喜歡聰慧女子，你也不算。要說美貌，能得到麗字做封號的她也是傾城級別的，所以麗嬪覺得皇上並非會被迷色所惑的人。我不同意，我只是聰慧的不太明顯，大智若愚呢。那麗嬪寧願相信他豔壓全後宮。你之前竟沒問過？我以為皇上第2天就該把我忘了，原也不是重要的事。這輩子能擁有健康身軀，我已經很知足。男人對我好，我受着；對我不好，我躲着，不抗拒，不主動。最重要的是不負責。下回你再見到皇上，問問他，看皇上今日這般待你，想必你直接問了他，也不會不悅。
看在丽嫔送的玉鐲份上，我答应了。丽嫔的运气不錯，当天夜里皇上就将我传召了过去侍寝。我本来是不想去的，中午那頓御膳吃得好撑，去侍寝的话就得从头到脚梳洗打理一遍，这福气还是給別人吧。宣萬歲爺口諭，着賢福宮西常在，虛實到未央宮伴駕。在經歷了10次日落後，我屈服了。仙女有點耐性，但是不多。這翻牌概率不知道，還以為全後宮死的只剩下我。雪牙和貢梅歡天喜地的為主子梳妝打扮。我到達未央宮的時候，正好看見剛批完奏摺的皇上從裡間走了出來。他換下了龍袍，穿了深雲風白的長袍，襯得他面容更是清冷俊美。嫔妾給皇上請安。過來。我起身邁步過去，就看見皇上抬手解開下汗處的盤扣。他有一雙養得很好的手，乾淨修明，骨節分明。我不錯眼地盯着皇上的手猛看，可惜皇上解了2個扣子就不解了。你在看什麼？他扣住我的腦袋，雙手捏着臉頰往上抬。妹有呀，妹在看呢。小東西一臉心虛。即便讓皇上想破腦袋，也想不到我會盯着他解盤扣的手盯得心情蕩漾。別發呆了，來陪朕下棋。我驚訝，皇上，嫔妾不是來侍寢的嗎？天色還沒黑透，你就這麼着急？倒也不是，是嫔妾不會下棋。你爹沒教你嗎？朕記得你父親也在朝中為官。我說還真沒有。行，朕來教你，你過來坐下。他讓我坐在他懷裡，手臂輕鬆就能將我圈住。皇上您說吧，嫔妾用心聽着。說完我就存了個檔。我自知並不是很聰明的人，記性更是一般，未免把皇上惹煩，我事先存檔，一旦皇上露出不耐煩的端倪，我就讀檔重來，單方面再聽一遍教學。不出所料，第1遍我沒聽懂，那朕再說一遍。第2遍他用更簡單直白的方式將圍棋的入門規則掰碎了告訴我。第3遍、第4遍、第5遍，每一次他都在給我查漏補缺。在說到第6遍時，我信心滿滿的表示聽懂了。很好，那我們來下一把。他收着勁兒跟我下，認真的放水。他剛滿一抬眼，就看到一張嘴角快翹到天上去了的小人得志嘴臉。皇上，我小臉紅撲撲的。莫非嫔妾是萬年才得一個的下棋天才，讓家父給耽誤了？皇上就這，區區燕赤皇上，我太狂了。皇上說不行，仙女看上去怎麼這麼欠呢？他輕咬後槽牙道：既學會了，也下高興了，就來做點別的事情吧。結果這回輪到我不願意了，我還想下。皇上，再來一把嗎？皇上頓了頓，也好。第2把他不再放水，將我所執的黑子殺得毫無還手之力。我的臉慢慢漲紅，他輕笑：不下了吧？他以為我會拒絕，不料我卻搖了搖頭。嫔妾還想下。嫔妾不會輕言放棄的，堅持是嫔妾的棋道。擁有堅韌的品性，值得認可。皇上在心中高看了我一眼後，再次開始落子。不到一會，黑子再次陷入逆風。下一刻，棋盤上的棋子消失大半。他一愣，很快反應過來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雙眼。我居然用回溯時光毀棋。皇上，您快下呀！我催促。行。皇上落子的手依然很穩，內心卻早已掀起狂風暴雨。誰能想到呢？堂堂仙女用這神仙本領來毀棋，毀棋之前還跟他一口一句棋道，堅持倒是真的堅持了，堅持賴皮。然而棋如人生，重生並不會使人智商變高，我的棋依然下得很臭。但他再一想，本就是消遣交流感情的玩樂，我又是初學者，贏我有什麼意思？既然我這麼想贏，那就讓我如願，再次假裝不敵。嫔妾又贏回來了。我擱下棋，長舒一口氣。西常在果然聰慧。皇上昧下良心誇獎，嫔妾是有點鋒芒外露的。早在儲秀宮的時候，嫔妾在比試裡就拿了第1名。雖然也是不斷回檔刷出來的，但這正彰顯我堅持到底的美好品質。皇上收拾棋子道：朕還以為你沒有勝負欲。對寵愛位分那麼淡漠，卻對棋盤上的勝負斤斤計較。我羞澀，可能是嫔妾在棋藝上有點天賦吧，就不想輸了。神仙可快點收了您的神通吧，再聊下去他就要忍不住在心中不敬鬼神了。他牽起我的手，讓我坐到榻上去，解開我的髮髻。都說多思使人白首，而我的長髮烏黑亮麗的，好像這輩子沒思考過一樣。皇上，我揚起臉，小鹿般的眼睛望向他。你為什麼對嫔妾這麼好啊？皇上聞言就一激靈，來了，仙女考驗他的時候來了，幸好他早有準備。朕給你看樣東西。他牽起我的手，領我到一旁的雙面屏風前，屏風面向床榻的那一面繡的是常見的湖光山水，來另一面才發現別有洞天。屏風的另一側繡了一個捂住心口、柳眉微蹙的女人，旁邊則是落落長的師傅，極盡讚美之能事。在這之前，他從來沒追求過女人，他追求的是權力，是更強盛的國力，是百姓的安居樂業。為了不引起我疑心，he要給自己的行為打補丁，解釋他突如其來的寵愛。這幅屏風和美人賦就是他打的補丁，他對他一見鍾情，思之如狂。於是，一篇由皇上親手創作、幕僚潤色的古代彩虹屁橫空出世，而美人圖則由宮廷畫師所作。這種藝術對現代人來說太過古早了，我一時沒看明白。但是既畫了女人，詩賦上又有大量的美字。
根據我小學上語文課猜文言文意思的經驗，這是一篇歌頌美人的詩賦。再結合我多年閱讀白月光文學的經驗，我悟了。於是我揚起臉，一臉凝重。皇上，嫔妾明白你的意思了。皇上低頭看我，两人的視線交汇。朕爱极了畫上的姑娘，你明白朕的心意便好。明白，我可太明白了。作為10集《甄嬛傳》觀眾以及替身文學的資深讀者，我有什麼不明白的？皇上對我這麼好，分明是因為我和畫像上的姑娘有幾分相似。嫔妾明白，這也是嫔妾的福氣。我從來沒把當替身當回事，只覺得寫傳前任栽樹，我乘涼。雖然我失去的是皇上的愛，但得到的是吃好喝好睡好的生活啊。朕原本還怕你心存芥蒂。怎麼會呢？嫔妾很高興。太好了，心意相通了。事前皇上想了非常多，但就是沒想到過仙女會看不懂他寫的詩賦內容。昨夜之後，皇上又連着召了我5天，之前的特權和優待都流於表面，這下卻是實打實的得寵。就連前朝都聽說了咸福宮的熹常在深得聖寵，雲家首先成了熱灶。雲父是從7品的國子監主簿，平常在國子監幹些無關要緊的雜活，因為他不善經營人脈，以往在國子監裡都算沒存在感的。如今因為我卻在官場大大的出了一把風頭，官宦女眷就沒有這等顧慮，各種以前根本不會邀請雲夫人的聚會都向雲府拋去橄欖枝，帶着請帖而來的管家使得雲府門庭若市。雲夫人既替我高興又替我擔憂，兩人的顧慮不無道理。有些下足勁想將我搞成罪臣之女的人，發現居然有點難度，因為雲負擔的本就是不重要的閒職，所謂能力越小責任越小，愣是沒能讓他闖下什麼大禍。哪有什麼宮中歲月靜好，全是家人在負重前行，後妃都怕在秋壽前鬧事，惹了皇上不喜會被除名。等到了秋壽隨行名單一出，6宮上下都鬆了口氣。名單上皇後和淑妃都去，竟非留守宮中，嫔位最讓人吃驚的居然只有麗嫔位列其中，而同樣隨行的季貴人則被視作淑妃的功勞。在整個名單中位分最低的我，反而沒讓大夥意外，皇上都親自去咸福宮哄我去了，還能有什麼好意外的？除非我本人出意外。這個念頭盤踞在一小部分人的腦海裡。出發秋壽前3天，季貴人身邊的小太監趁四下無人，在雪崖回咸福宮的路上攔住了他。雪崖姑娘，季主子讓奴才來帶句話，不要往人少的地方走，萬事小心再小心。一回到咸福宮，雪崖便將遇到的事情倒豆子般盡數說出。看來季貴人是記了上次的恩，才特地提醒主子。雪崖憂心忡忡地說完，看見自家小主對善和的興趣更大，不由大跺腳。主子可長點心呢。我揭開其中一個食屉，發現今日的點心是甜燒梅。好，我今天就先吃點心。宮女再着急，主子要用膳，也只能在旁邊伺候着。待吃了個8分飽後，我才徐徐道：我肯定會小心的，但為了還沒有發生的事，終日惶惶不可終日，豈不是如了打人的意，讓他們動下我？遇事我能回蕩，即使是被推落水，落個10來次的，也該學會游泳。共眉笑言：主子心態倒是好。你們知道我為什麼要用完膳再回答問題嗎？遇事要鎮定，學不來鎮定，就強迫自己先做點別的事。恐懼和憤怒就像漲潮時帶起的驚濤駭浪，待浪潮退去，事情的本質才會還原。既然主子心裡有成算，奴婢就放心了。好在我在宮中算是不愛出門的，經常就在咸福宮裡打轉。秋壽前3日更是除了請安族不出戶。第2日，我從建章宮裡出來，經過一條大路時，有一個太監走了過來，見面先揚了笑臉。奴才是在長樂宮伺候的，主子，請您過去一下。聽到長樂宮，兩人皆是嚇了一跳。長樂宮只有一位主子，那便是太后娘娘。對嫔位以下的妃嫔來說，可能只有大年大節的時候，才能遠遠對這位主兒跪拜，平常根本沒機會見到的。太後娘娘傳召是為何事？我並沒有全然相信對方，先存了個當。奴才倒是想告訴小主，可太後只說了要傳小主來，並沒有告訴奴才具體的事兒。他一頓催促道：要不是領了懿旨，奴才也不敢攔小主的路。誤了太後娘娘的事兒，誰也擔當不起。好的，我這就去。如果真是太后傳他，那的確不能耽誤；如果不是，那就獨當再想想如何應對。